台湾猪真的都有在用心长大的，然后把羊东西做到极致才炒店。他们真的很会做猪哎。好想分过。我要来吃一家米粉汤，因为我闻到香味了。这家店真的是打开了我对台湾人对猪肉处理之细致和多样性的大门，就没想到猪身上各种部位都能做成饱，而且样样都很好吃。就可惜我们就初来乍到嘛，然后一脸懵，只能让老板帮我们配。就本来想点综合，怕吃不完，但被老板一把按住，让我们第一次吃还是分开点米粉和粥。猪心生肠，生肠头是。先喝一下汤，米粉汤。米粉汤是补高汤，加了那个姜和胡椒。然后这个应该是蔬菜汤，加了白菜。跟油豆腐哈。对，还有猪皮。咸粥里面加了油葱酥，超级提味。咸粥的话，其实比较像大陆的泡饭，就米饭颗粒还是比较分明的，然后有蔬菜的清甜感。中间就是很脆弹，好 Q 好 Q。是吗？尝口吧。它像是那种软骨的感觉。这么弹？很 Q 很有嚼劲，然后带过那种有筋一样的感觉，完全没有异味。我们再来吃一个，特别好嫩，就是一点味道都没有。淡淡的那种香味气。它这个口感怎么形容呢？就是脆弹带嫩的那种感觉。这是卤过的，有股酱香味。这粉肠吗？粉肠。哇，怎么能这么处理这么干净？吃什么？猪肺。好嫩，好 Q， 里面带点嫩。猪肺的口感跟牛肺的口感完全不一样哎，我感觉牛肺之前是有点粉粉的，但它这个就是很嫩，就相当于有点像猪心在软嫩一点的那种感觉。对，很多人在外面不敢吃这味啊，真的一点腥味都没有。用料不同。边上带点那个肥肉的那个胶质，特别香，有那个猪油香的那种感觉。猪蹄筋鸟。第一个汤头不一样，接下来吃那个基本不一样啊。什么？猪蹄筋。猪骨很大一个，然后骨边肉那种感觉。吃下松板。20个面骨，4个大头。好神奇，打开新世界大门，这个真的好特别。就我觉得这种能把有一家店只做一样东西，然后把一样东西做到极致才是好店。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味道了，我觉得。我最喜欢吃其实这个猪肺，这我觉得其实很好吃，稍微肥了一点。然后是那个肠，然后是那个粉肠。你的心目中最喜欢吃哪个？大的口。然后呢？那嘞？然后说买了，你跟我完全不一样哎。它这个里面有脆筋的部分，就那种类似于软骨的那种很脆的那种口感在里面，好绝。它还有各种各样的少见的部位，但是为了给之后的行程留肚子，我们就没敢接着点。希望你们可以告诉我还有哪些稀有的猪肉下水部位很特别，这样我下次可以去尝试看看。它蒜蓉辣椒酱里面带点甜味的，但是旁边它稍微撇了点酱油膏在里面，没有哪样不好吃的，很好吃。感觉猪筋稍微老一点，这家店真的值得来。我感觉我们到了一个什么本地人才会来的，刚刚路过那家肉松超级香，天哪，救命啊！这么的好重的韭菜。这家鹅家应该是我选店失误了，就吃这种油炸食物就一定要吃新鲜出炉的。谁能体会到我看到他端给我一个提前炸好的鹅家的时候，我内心的绝望？但我实在是脸皮太薄，不好意思开口。它的制作形式其实是有点类似温州的灯盏糕的，就 AKA 萝卜丝饼，但是两者的内容物不太一样。灯盏糕的内里是萝卜丝，但是鹅家的话里面是韭菜、高丽菜丝，有些会放芹菜。
面糊一般都是面粉、粘米粉，有些会放豆渣或者是黄豆粉。是有鹅啊味的油墩子的感觉。这个糯米糖，它其实形式上有点像灯盏糕。我觉得刚刚那家就属路过随便吃吃是可以的，就是没有必要特意来这样。鹅啊都是那种很小粒的鹅啊，腥味会稍微重一点，然后里面就是那种切的很细碎的卷心菜丝、韭菜和葱，那韭菜味道还蛮重的，就是蛮占主导风味的。然后它因为都是提前炸好的，所以说其实你吃到的不是新鲜出炉的，调味比较清淡的那种。虽然外皮炸的蛮酥脆的，对。那个白粽也来的有点低，是点他们家的那个4神综合汤，加一份他们的鸡卷，一般都是这么配饰的。对，老妹子，老妹子的呀。啊，谢谢。谢谢。 4神综合汤加一份隔壁的鸡卷，它的薏米都煮到这么开花了。先喝汤，就小时候妈妈炖那个排骨汤的味道，就是那个排骨汤的味道，很香很纯的猪肉香味，是吧？因为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内脏，也好吃，就粉肠。 不差啊，不比刚刚那家店差。一般4神汤里会放薏仁、芡实、茯苓、莲子和淮山，有些吃法是起锅后应该还会连入一点当归酒，不过我猜每家的药材比例可能都会不太一样。台湾猪真的都有在用心长大的呀，好吃，很好吃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小肠一样的。口管，像什么管子？好好吃！来吃一下鸡卷，吃个原味的。里面好像是一块猪肉，然后，那其实是五香卷那个调味。里面有糯米，糯糯的。 鸡卷其实和厦门的那种五香卷很类似，不过五香卷一般是用猪脚肉来做，但是鸡卷一般会放入整块的夹心肉。一开始吃内馅黏黏的，还以为是糯米呢，后来去查了一下，发现古早做法其实是因为里面会放鱼浆，有些店也会只是用地瓜粉勾芡。对，吃起来有糯有肉的质感，然后又有点脆脆弹弹。这个菜我一时半会儿也吃不出是马蹄还是洋葱还是芋头，总之就是非常清脆的口感。这个黄瓜是乐事的黄瓜味薯片的味道。豆酸。这个很好吃，这是刚没吃过的部位。他们真的很会做猪哎。不过我觉得鸡卷本身就挺好吃的，搭配海参酱吃有点太甜了。 这边吃，还有一个芋头豆花加什么花生和大豆，这是芋头豆花加了花生和大豆，那个是甘蔗冰沙加了粉果。来吃一下豆花，它这个花生也太香了吧，就是以至于我都吃不出豆花的味道了，救命！ 豆花几乎没有任何甜味，然后超级嫩，像那种杏仁豆腐的嫩度，有淡淡的豆香味，就是汤底是比较甜的味道。那个花生好香好香，而且煮得很绵很绵，绝了。大豆就是赤豆，就赤豆包里面那个赤豆的味道。来吃个芋头，芋头好大块。 看它的那个大豆是蜜过的，是蜜大豆的味道。芋头好香。这甘蔗冰沙感觉主要都是那个黑糖蜜的味道了，就是蔗糖嘛，可以这么理解吧？它甘蔗不会是只蔗糖蔗糖水，然后冻成冰，然后打成是加粉果。
好想粉果。粉果就是 QQ 黏黏的，像是那种比较软的珍珠的那种感觉。好好吃哦。它是那种从一而终的嚼劲，不像有些珍珠泡水时间长了以后会软软烂烂，它就是好好吃哦。原来我喜欢吃不真就是粉果。那家店我觉得整体就是它那个糖比较甜，但是它的配料我觉得都还做的蛮好吃的，能吃出原材料还不错。点了德政茶饮，很少看到一家奶茶店，它就是只做一个乌龙茶品相，还蛮特别。这是香橙春乌龙。我们点的是少冰无糖，那现在喝起来就是橙子味和乌龙味比例1:1，然后整体偏清淡，纯的青乌龙什么感觉？春乌龙。但我这边也要更正一下，因为我们都喜欢在家泡茶喝，所以在手摇店确实很难喝到我们满意的纯茶饮料，应该是我们期望太高了，对，很普通绿茶，就很普通的乌龙茶。另外一方面，可能也是点的外卖和我们点的甜度的原因，香橙春乌龙可能点甜度高一点会更好喝。有一个刀影快手复印店的卤味拼盘，鸭肠怎么看上去这么干呀？那鸭肠外面有一层像那种牛皮蛋一样绒绒的一层口感，就是把里面翻出来了。怎么了？流口水。它这个卤味里面除了香料味以外，还有一点点辣，一点点微辣，非常点睛。吃鸭胗，它这个鸭胗是软的口感，不是我们小时候吃那种鸭胗是脆的，它这个鸭胗就是真的卤了很久很久，然后现在已经完全软的，就一点脆口都不带。但是它就是边上的那些部分会有一点点现在吃那种胶质味的感觉，但它这个卤味里面，我觉得肉香味很足，我不知道它是不是都所有东西都放在一锅卤。因为大肠这2天吃到大肠味最重的大肠，但是我意外的挺喜欢的，就是有这种臭香的味道，这个都混在一起了吧，都不知道什么是什么了。这嘴边肉吧，嘴边肉，就猪肉，比较臭的猪肉。他们家猪肉好像没有今天吃的另外2家那么香，是自己说的吗？我想吃猪耳朵。它猪耳朵是那种炖的很烂很烂，像我小时候吃那种猪耳朵都是那种就刚刚断生，然后凉拌的那种猪耳朵嘛，感觉就是脆弹的，然后里面那个软骨也很脆，但是外面软骨外面那一层质地也是脆的，它这个就是外面那一层是软糯的，然后当中软骨是脆的这种感觉。我不知道这猪皮应该长啥样呀？哦，看到了，就跟猪皮差不多，其实它是脆的。不是说脆吧，就是想怎么形容？就像昨天我吃那个寿司的时候说，有些肥肉的部分，煮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，它的肉其实切下去是有那种脆的那种质地的，就是咬下去，你的牙齿跟那个肥肉接触的时候，它是有一个唰的那种声音，就它就是这种质地，就是脆的，但是唰的这种质地，抽象。对，很抽象，但是我觉得他们家卤味味道还不错。不过这是我目前来台湾是第一家卤味店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就像他们家辣油，就是一个是这个超辣辣椒，这个是辣椒油，然后豆腐是一下，这个真蛮辣的。味型就是那种台湾很常见的那种蒜蓉辣椒。他们家辣油很香哎，它真的很香，就是它那辣椒油一吃就是自己做的那种辣椒油，一开始是那个油香和辣椒香味，然后后段有一个香料油的味道，所以我猜他们这个油可能是炸过葱姜蒜这种各种东西之后，然后再去跟那个辣椒面去做一个辣椒油，就它这个超级香，层次好多。因为现在很多外面的辣椒油都是那种工业产品嘛。好，就这样。